如果我做了太上皇，这好时光还会有吧？玄武门之变后，李渊虽然还是大唐的董事长，可早已成了名存实亡的无权帝王，就连想见昔日的老臣都要经过李世民的同意。大人是要进两仪殿吗？我去见陛下。有太子的允许吗？裴寂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自己堂堂大唐第一宰相文官集团的领袖，难道见皇帝还要谁的允许吗？暴怒之下的他大声问候小太监的父母，吵闹声直接将屋内的李渊引了出来。你到这儿干什么来？我来看望陛下。陛下不寂寞吗？可李渊却害怕两人的相见会引起李世民的猜忌，于是直接下令将这位心腹挚友赶了出去。而随着李渊被软禁，作为妃子的张婕妤却还没看清楚局势，竟然还在李渊拔完萝卜的时候故意激李渊，说他老了不行了，有心无力。混说！混说！那你就不要退出皇位。我当然可以不退出皇位。瞧你硬的！好啊，不退出，那你就立皇后吧。你再做皇帝，也只能立皇后了。张婕妤还在冷嘲热讽，企图用语言激起李渊的争霸之心。然而已经失去2个爱子的李渊无心再闹腾，只想好好躺平过完余生。而且在李世民监国的这段期间，大唐也变得更加强盛。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：我还是做太上皇的好。我有20多个儿子，玄武门那天就又没了2个。你要是有了孩子，你就不害怕？李渊心里很清楚，自从玄武门政变那天起，二郎就不可能停下手来，他身边的人也不允许他停下来。当上太子不是他的目标，大唐的皇帝才是他的最终目的。所以我只能退一步让出皇位做太上皇，这样才没有弑父的危险。因此为了你好我好大家好，李渊最终还是写下了禅位诏书，而那一笔一画都仿佛承载着他对权力的彻底告别。随着写好的诏书被他放入漆盒内，这位大唐开国皇帝终于露出了释怀的表情。然而李渊的主动让位，却引起了以裴寂为首的武德老臣们的强烈不满。裴寂含泪劝说李渊，这60多岁正是闯的年纪，你可千万不能让啊！这些日子朕都考虑得很清楚了，我还想多活几年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。我退下来，让大家可以一心帮助太子，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左右为难。陛下！见此，裴寂便说出了自己的心声。他表示：“陛下您一退，那你的儿子一上位，直接把我们这些老臣给踹了，可咋办啊？”李渊一想也是，这些都是跟了自己半辈子的老臣，眼看着就要到领退休金的年龄了，这时候把人开除了确实不地道。于是李渊组局设宴，邀请李世民参加，希望能从李世民口中得到一个承诺。太子，如果你坐到这里来，你旁边还会有他们那些人吗？一开始李世民还没有反应过来老爹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于是李渊又询问了一遍：如果我做了太上皇，这好时光还会有吧？此话一出，李世民这才明白老爹是想退位，那这时不管啥条件他都必须答应呀。于是怀着激动的心给出了承诺：陛下和老臣们的好时光都会有的。听到李世民的承诺，众人顿时松了一口气。可李渊还是不满意，他起身直盯盯地看着二郎。二郎自然懂老爹的心，酒也会好，饮酒。伴随着李世民的表态，新旧势力的交易和交接在无形中达成。李渊饮下一杯酒后便黯然退去。3天后，李渊便命裴寂将禅位诏书带给李世民。对此，李世民不激动，那都是假的。他本想迫不及待地站起来，转念一想有点不妥，于是又坐了回去。随后裴寂慢悠悠地说道：“太子接旨。”李世民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，直接弹射起身。然而就在他准备去接诏书的时候，却遭到了谋士房玄龄的阻拦。他表示：“殿下，你能不能收敛一点兴奋？这自古禅位都讲究的是3辞3让，即使陛下已经下诏，我们也要上表千辞一反，这样才能杜绝将来天下人的毁谤，否则就会有人说你有意逼之。所谓3辞而诏不许，然后受之，这样将来才不会有人议论。”有了房玄龄的提醒后，兴奋的李世民也冷静了下来。自己的太子之位本就有些得位不当，若是登基再落下画笔，这不是又给喷子们找话题吗？于是李二抱拳望向裴寂：“魏国公，让你白走一趟啊，请你回禀陛下，我会上表签词。”还说：“小裴，你回去可要说清楚，我只是签词一反，别让我老爹当真了。”而官场老油条的裴寂自然是心知肚明。殿下放心，我还会来的。陛下，太子签字传位诏书。哎呀，还要折腾多少回呀？
李渊理解的同时，并不妨碍他发牢骚。当年李渊逼随恭帝禅位给他的时候，玩的也是3次3让，只是让他没想到，风水轮流转，又轮回到了自己身上。大渊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你赶快去，再重新起草一份传位诏书。是。就这样，李渊父子俩来回折腾了3次后，29岁的李世民终于如愿的接下梦寐以求的传位诏书。晚上，李世民看着眼前的龙椅有些发呆，没想到身为老二的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这座帝国的主人。随后，他便学着李渊的样子坐在龙椅上。哎，县令，来过来陪我坐坐。我称您为陛下而非殿下，您应该说过来与朕坐坐。大唐宗社的继承者，明天就是陛下了。可此时的李世民心里却有些茫然，在沙场上冲锋陷阵，他无所畏惧。然而自这2个月执政以来，他才真切地体会到朝堂之上的繁杂政务处理起来，远比自己行军布阵要复杂许多。百官百僚日有万机要打理，这让他担心自己能把这个国家治理好吗？百官百僚各司其职，陛下只需提纲，纲收而目顺，纲举目张。房玄龄的意思就是陛下大可不必每件事都亲力亲为，你只需要提出治国的大体方向，其他的交给我们大臣们来议论就行。所以这天下未必有你想象中那么难。李世民当然明白房玄龄的意思，可他担心的正是这个，他担心自己给大唐定错了方向，将天下陷于不利的境地。这一收一举，牵动天下呀！咱们打仗的时候，单人匹马一收就都回来，可这是天下呀！所以为了大唐永保宗社，避免自己犯错，李世民决定让臣子们讲话，坚决不做一言堂的天子。说到这，李世民便想到怼过自己的魏征，于是询问房玄龄：魏征怎么样？房玄龄表示这魏征是个不可多得的大才，但就是这嘴有点毒，恐怕以后有你受的。你这么一说，倒解了我这2个月的忧虑。不管是魏征，或者其他任何人，我做错了，有人能够说出来，岂不是很容易做对了？再说了，这总比政令已出再改要好多了吧？是。不得不说，遇到李世民这样心怀天下的明君，是天下所有臣子们的幸运。时光流转，登基及时渐近。此时李世民早已身着华丽的登基服饰，看似意气风发，实则内心小鹿乱撞。而反观太上皇李渊，此时却是悠哉吃着橘子，不肯前去参加二郎的登基大典。告诉太子，我身体不适，这个大典我就不参加了。虽说没有老爹李渊的参加，但并不妨碍李世民的登基仪式继续举行。公元626年武德9年8月初9，李世民在缺少父亲的祝福下，且历经重重波折后，这位千古一帝唐太宗正式即位，并于同年8月21日，李世民下诏立长孙王妃为皇后。然而李世民刚登基还没几天，突厥的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竟率20万大军进攻长安，想借着大唐刚经历玄武门之变、国内动荡之时，来一个趁火打劫。那变成草场之前，我先要到长安城的太极殿去住一住。